冷厨类的。那其实因为一开始我是女生，所以其实人家会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大力。有时候常常吃那个馒头。那我出了社会之后，我都进入了烘焙业，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出自己理想中的馒头。我觉得我馒头有点从面包的模式去改良，所以会有点跟外面的馒头不太像，就有点跳脱出传统的包子馒头。试做的过程其实就已经研发了1年了。对，那真正在卖的时候大概1年半吧，还在就是以网络模式去卖的话，就这样一年。其实现在也是在网络上卖，只是想说要扩展一下知名度，总是要出去，客人互动也可以比较得到好一点的反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客人对我研发出来的产品，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模式啊，跟他们的风格看起来跟我的有点不搭。面食类也是你的兴趣？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小时候常常吃，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改变它，跳脱出传统，那种比较偏干跟硬的那种口感。那因为我吃起来是比较冷的，通常吃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干啊。就是客人都会说，其实放冷也很好吃，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包子、馒头在吃的时候都要热热吃。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冷掉也不错吃。有一些人可能像我们的粉就会用比较好的那种鼎泰丰的那种，所以别人就会不知道，他们就说为什么你的馒头比别人贵，就会讲出这种话，努力找出自己的客群吧，就这样子。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家里的因素，我就常说为什么啊为什么，然后我在创业的时候，在试做过程中就是频频一直失败，所以我一直喊到底为什么啊，所以我就想说以我的口头禅去命名，去为什么？那时候为什么的为就改成为死的为，就是为死的为可以让你客人觉得你有一种期待啊的感觉，对啊，然后也期许自己能带给大家这种跳出传统的馒头，对啊。
题很不一样，对啊，就会讲到这一类的话，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他们会很明确了解到我想要诉求的是什么，我的皮的口感跟别人哪里有落差，他们都会很明确把这件事讲出来。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其实大家有吃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有一次跟老板聊天，然后聊到说，他有一个同事也是就是他也是很努力，因为他为了要养家糊口，然后他就也是早上做面包啊，然后晚上下班就晚上直接接着去做馒头，然后他就是一直这样子持续努力的，然后维持。可是我觉得刚好也符合说我现在的阶段，因为其实我们家的开销就是我们也都是要帮忙分担的。那我就觉得我也想要突破那个，就是想要让家里过得更好一点吧。所以我就觉得，那不如我也来试试看。那我就以我现在这样模式，就是不太会有，叫什么报废吧，减低风险，就是我用接单的模式。我就可以不用那么的辛苦，所以我觉得馒头很适合我现在的这个发展吧。刚好也是想说，小时候很常吃馒头，然后我又很喜欢，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馒头。那我就觉得可以做出自己心目中的口感，我觉得更好。对啊，试试看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就是不想要一辈子领那种死薪水，然后如果自己有那个能力，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OK， 那就等发酵哦。可以蒸了，然后再等它水。比较走养生的路线。都挂包皮啊。通常跟别人配合，那可以克制自己想要的大小。那像他们这个是全素的，没有加牛奶的大小去制作这样子。对啊。现在在做什么啊？我们现在在排队等位置。为什么？每一次都不一定有位置。那因为我们是临时的，所以需要排队等
那一些原本有来的人没有位置，我们才有位置。哦，OK。你在哪？小汽车。今天是什么？8号。8号，对，这是8。好嘞，8号吧，8号见。8号还不错哦，会发。会啊。那你等下可以帮我用灯吗？啊？用灯，好啊。就一个人接，用接的。这要不要先打？这是要放包子的。我要去打多。那这个我先打下来，灯嘛。啊？你刚刚说什么？它有多带线。要带那个线啊？你不是说要带线？那我。那男朋友再买一个行李给你啊，这样赚啊。那我什么都听不懂你在干嘛？我们说你把行李丢了，之后叫你男朋友再买新的。再买新的衣服。对啊。哦，真的要哦，真的要。这一锅免钱。摆我这边啦，因为是我拿的嘛。哦，对对，我摆我这边。这个是招财用的。可爱吗？晚来啊！对啊，他想说，你们又来了。啊，这是红包。这个是灭火器。对啊，怕发生意外。呸呸呸！过年不要乱讲话。7
钱约钱没有，我们就放在这边，我们自己用就好了。我先压着，然后把馒头摆上来。那你不能先拿馒头出来，打开。啊，风太大了，今天不适合摆摊。这里是不是要拿个东西挡着？对啊，我也觉得。那钱呢？把它拿出来好不好？好像一直有点没。上你发文，然后他们预定，然后请他们来拿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之前有买过。害怕，好像风很大哎。这样一小包多少钱100块。 ？100块。哎，你的灯要去那边拉。再一个肉包。哎，你那个要。那个牌子。我要先把线拉出来。他是刚刚要开始。那他们说大概几点到的话，礼拜六寄通常日或一就到。这个是整天到家里。好吃的包子馒头可以参考一下哦。你觉得今天会有生意吗？我觉得相信会有。今天很冷，刚好遇到寒冷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相信会有。OK，这些都是客人预定的。对啊，他们前一天晚上跟我预定这么多，所以现在现场剩不多了，剩不到100个，要买要快。好。
好车手工包子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哦。好车手工包子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好车手工包子馒头可以。这个也是有鲜奶，对，2个鲜奶，然后地瓜9层塔，不是有一种是这个鲜奶，对，皮去拌的。嗯，那你喜欢哪一个呢？这个吗？好，80块哦。这个是买几颗会有？满20颗送一个保冷袋，然后再送一个红包袋。是被10块还是？记得哦。我没有看过，还没有到高现在。高的看过。好吃的包子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哦。包子馒头欢迎试吃哦。小公子知道包子馒头欢迎试试看看哦。好吃的包子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哦。好吃的手工包子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哦。馒头可以参考看看哦。摆摊你觉得遇过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要把大家不认识我们，然后去推广给大家的时候是最困难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的馒头比较偏贵，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是手工制作的，告诉大家，然后告诉我们使用的原物料啊，以及我们使用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让大家觉得我们口感是特别好吃。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当我在发试吃的时候，有客人吃出我们的不一样。例如说，他可以讲出我觉得我在做这个馒头，想要创造的是我们的皮有一个 Q 度，或者是你跟别人传统的店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开心。那最后他们成为我们最忠实的老顾客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们的一个赞同以及支持。对，就是摊贩的互动。跟我觉得大家很努力在帮我推广，因为很多客人像摊贩他们吃完之后觉得我的，当我遇到困难，他们会不断的告诉我，就是说我摆摊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经验，他们会告诉我说我该如何准备，该注意什么，然后跟如何推广。那他们也会帮助我说，例如说我有什么东西没带啊，都很愿意，然后也会很认真的帮我跟大家说，哎，这间有一间包子蛮好吃的，所以我是觉得很棒。OK。剩没多少了，所以你可能要说为什么会来这边再买第2次吗？因为我上次吃完觉得蛮好吃的啊，哦而且我坦白说，因为其实我上班很忙，所以我早上要出门之前，我先把它吹完，然后我就放袋子带去公司。结果我放了，应该也快到9点了吧，因为我都7点多就出门了，快到9点，它没有硬掉就是外面也没有干干的，因为正常你在外面买它会干干的，对对对，然后上面一层很像蒿蒿吧，对对，它你们的不会，然后吃起来它还是 Q 的，对对对对，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不是冲击果腹的一个馒头，说相信我们吃到我们的馒头的人都可以知道我们的皮是有用心跟细心去研发出来，给大家不同的惊喜，这样给我们一次机会。有什么话想要对买第2次的人说的？我觉得你们的再次回购就是对我们的支持，研发跟想法的创作是一种认同，谢谢你们的支持。